各位观众朋友们啊，欢迎来的三更奇谈社频道。咱们今天讲个传奇人物，他不是皇帝，胜似神话。身高9尺3寸，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2.7米。你没听错，他个子大得像巨人。他头发白，眉毛白，眼睛是赤红色，还长着几百根3尺长的胡须，一出场就吓人一跳。他还是个嗜酒如命的皇帝，打仗前先喝一斗，然后上阵，结果直接被俘虏。他是谁？刘耀，匈奴帝国最疯狂的君王之一。他是汉赵帝国的末代皇帝，也是这个时代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一个白发赤目、战功赫赫的匈奴英雄，怎么会在一场醉酒战中败得一塌糊涂，最终被敌人伏杀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揭秘的故事。刘耀，字永明，是汉赵皇帝刘渊的族侄，也就是说他是皇家子弟。他从小就失去了父母，由刘渊亲自抚养长大。刘渊是个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刘耀自然也不简单。小时候他聪慧过人，性格与众不同。据说他能拉开弓，射穿1寸铁板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在现代，那也是特种兵级别的神箭手。他身高9尺3寸，手长能垂到膝盖，头发天生白眉，眼睛透着赤光，胡须有几百根，每根都超过3尺，真的是人中龙凤。刘耀在公元318年登上皇位，当时汉赵帝国已经风雨飘摇，他登基的方式也很有故事。当年太保呼延晏从平阳赶来，主动尊他为皇帝。接着叛臣靳准被自己的手下乔泰等所杀，还带来了6枚玉玺投降。刘耀一看机会来了，立刻就在长安宣布即位，国号大赵，自称水德之君。你说奇怪不？他明明是匈奴人，却要自称汉朝后裔，还要设立汉祖宗庙，因为他有政治眼光。他说，我们这皇室虽起于北方，但血脉来自夏朝，后来逐渐南迁，和汉人混居。汉朝统治那么久，我们若不能安抚百姓，何以建立政权？于是刘耀下令设立汉祖庙，以此安抚汉人臣民，稳定民心。但其实他心里清楚得很，汉朝早就亡了，现在这世道靠儒学和礼教根本撑不起一个王朝。于是他开始改革，废除旧制，重新立祖宗，定国号，一切都从头开始。他任命太保呼延晏为首的文武群臣提出建议，说他功劳最大之处在于洛阳之战平洛和死后长眠之地中山郡。中山属大梁星宿，那是赵国的领地，所以他说，我该叫大赵。于是他以匈奴冒顿单于视为配天，自己的祖先刘渊为上帝。听起来很神吧？但其实这是一种非对汉文化的反向利用非，用汉人的礼仪为匈奴的统治证明。这招够野够狠。刘耀称帝的第3年，长安西门突然出了一件怪事，西明门内的大槐树被风吹倒。第2天，人们惊讶地发现，这棵树不走了，居然自己站起来，慢慢长出人形。长1尺的头发，3寸的胡须眉毛，全身黄白相间，双手合十，仿佛在祈祷，还有2双脚，穿鞋的样子，但没眼睛，没鼻子，夜里还发出响声。10天后，这人形树重新长出枝条，再次变成了大树，枝繁叶茂。这不是玄幻小说，而是史书《晋书》中真实记载的怪事。刘耀一看，激动了，这是神迹吗？还是上天的暗示？他兴奋地把这个白玉黄王拜赵昌当成了祥瑞，命令群臣庆祝。但有个大臣却不乐意了。中书监刘军说出了大实话：山崩石裂，国家必乱。这不是吉兆，
而是非国家崩溃非的象征。这句话是说，皇室将被赵国打败，赵国将会昌盛。刘繇一想，这不是说自己完蛋了吗？顿时脸色一黑。刘军又补了一刀，你看，我们大赵都城在陕西，石勒却在河北，现在他势力强大，赵国昌盛的运势根本不在我们这边。这一番话像针一样扎进了刘繇的心。他忽然意识到，自己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能一战平洛、称帝立庙的匈奴战神了。刘繇晚年最大的毛病就是酗酒，喝酒像喝水一样自然。战前战后，行军途中喝得连马都能跑不动。公元328年，石虎石勒的侄子率4万大军渡河进攻河东，刘繇亲自出征，选的是精锐部队，从潼关北渡黄河。石虎一看到刘繇来了，赶紧撤退，刘繇就追，一路追到了蒲坂。这一战，刘繇大获全胜，石虎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刘繇一路追到朝歌，还趁机进攻石生于金庸城。眼看胜利在望，刘繇却做出了一个致命决定，他决定亲自攻打上邦。结果呢，他选了战马不稳，酒却喝了一斗又一斗，脑子也昏了。他原本骑的红马突然发疯，于是他换了一匹小马，结果喝得昏天黑地，居然连马背都坐不稳。敌人石堪趁机发起冲锋，刘繇部队瞬间崩溃。刘繇本人在逃跑途中，骑的马不小心掉进石渠，摔得昏死过去。最终他被石堪俘虏，送到了石勒面前。石勒问他还想不想活，刘繇摇头，不想了。他又问，那你要怎么死？刘繇答，你把我扔进棺材里，让我体面的死就行。结果石勒不仅没杀他，还给了他一个棺材，让他在建平12年正月像模像样的被安葬了。这就是匈奴帝国最后一位君王的结局。从刘渊在304年于西河称帝开始，到刘繇329年败亡，汉赵帝国或称前赵存在了整整26年。他们原本是汉化极深的匈奴政权，靠着军事和政治手段成功统治了北方大片地区。但他们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国家体制。汉文化太深，匈奴根基太弱。刘繇的失败不仅是个人的失败，更是民族融合失败的象征。他的传奇一生，从巨人之子到白发帝王，从神迹传说到醉酒落败，堪称是中国古代最具野史色彩的皇帝之一。朋友们，刘繇的故事讲到这里，还想知道更多吗？我是野史说客，咱们历史野史一起讲，带你回到那个战火纷飞、神迹频发的五胡16国时代。刘繇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名字，他不是一个完美的皇帝，但他是那个时代的缩影。他是一个在汉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挣扎的灵魂。他用一己之力试图建立汉匈奴帝国，却最终在一片废墟中喝醉了，倒下了。他的一生是一部血与火、酒与血的史诗。如果你喜欢这段故事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关注我们。下期我们讲更多五胡16国的秘辛故事。别忘了，历史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，它是我们血脉中流淌的故事。我是你的野史说客，咱们下期再见。